美国总统拜登下周二将发表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但有白宫官员周二提前放风，称国情咨文将再谈所谓中国与俄罗斯挑战。那么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选在晚间电视黄金时段上国会山发表讲话，谈内政外交呢？这是美国总统面向公众的一个年度功课。那么今年实际上这功课尤其是不一样。过去呢，在拜登身后显眼的位置表演起立鼓掌的本党众议长佩洛西老太太，已经换成了随时准备挑刺发难的共和党众议长，起立还鼓掌那是不可能的。那么麦卡锡他跌跌撞撞经历15轮投票，才走上美国政坛权力的第3号大位。按照美国媒体的爆料，这是一系列内幕交易的结果。那么麦卡锡早就被美媒贴上了跛脚鸭众议长的标签，那么被嘲讽上任伊始就已经交出了太多的这个权利。所以基于美式的政客算计，那么这也正是共和党众议长表演强硬死磕这个戏码的大好的机会。今天呢，拜登特别安排在白宫见麦卡锡，也是要争取做提前的勾兑。国情咨文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自然呢大多聚焦内政议程。今年呢更不例外。那么就拜登而言呢，内政挑战可谓是火烧眉毛。首先，政府的财赤上限问题，如果国会不松口达成妥协，那么政府关门一幕又将会在美国上演。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说，在债务上限的这个恶斗中共和党人始终对所谓的减债目标不松口。昨天呢，这两人已经在隔空掰手腕了。拜登在纽约出席一场筹款活动后对记者说，麦卡锡是个体面人，但是他要兼顾党内的强硬派。共和党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能合作的政党了。但是呢，麦卡锡同日就强硬回击，指责白宫的这个表态是所谓的 childish， 是小儿科。那么他随即向记者抛出了2个灵魂追问：为什么拜登你把美国经济置于如此的险境？为什么你要玩政治的把戏？其次，拜登他虽然老迈，但是呢还是对竞选连任有期待有想法。但是在正式宣布下场竞选之前，那么作为首位私宅已经被联邦特工搜查的在任总统，拜登他得先从文件门丑闻中爬出来。也只有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才能对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昨天对所谓中俄挑战的这个预告有更加透彻全面的理解与把握。说白了，外交议程并不是国情咨文的重点，但是正因为内政得分难，甚至呢根本没戏，拜登就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去渲染自己的外交得分。当然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见证中美关系现在的承压现状。中美关系公认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在您看来，中美关系正承受哪些压力呢？我们不妨看看科比他到底是如何吹风的。当然了，现在美国外交安全的头号议程是加码军援乌克兰，这里呢先不讨论。那科比他指名道姓声称拜登将会就此进行讨论，并且要让美国人民确信美国为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挑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的原话是 ：“We are ready to meet across the glob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C。”美媒呢也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时点，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国务卿布林肯预定将会结束为期2天的访华行程。那么美媒现在已经普遍在报道，布林肯预计将会在本周日对华展开2天的访问。我周一在节目中曾经评论，这是势在必行的访问，是迟来的访问。那么这恐怕也是压力极大的一次访问。今天《华盛顿时报》的报道标题就说，台海、朝核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笼罩着布林肯的中国行。美报说法是，中美关系重启面临着一系列政策雷，外界对此访重启中美双边关系前景是预期较低的，是所谓的 low expectations。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行程细节就是，如果美国媒体有关布林肯周日访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现在满打满算只隔了3天，但是呢，至今中美2国都没有官宣这次行程，那这其中的意味当然值得探究琢磨。这2天，美国媒体也都在报道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态，但是呢，它印证的恰恰是中美关系承压之重的这样的一个冰冷现实。一家中资企业在美国北达科塔州的这个投资建设了一家玉米加工厂。那么前年呢，这个项目签字开工时曾经被北达科
北达科他州的这个州长欢呼为经济双赢的大手笔的合作项目。但是如今这一投资很可能要黄了。最大的阻力竟然是来自美国空军。昨天，美国空军助理作战部长安德鲁·亨特他的一封内部评估信被北达科他州的2位参议员公开了。那么，亨特在这封信中指责说，中资玉米厂的这个项目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significant threat。而亨特举证不过是这个加工厂的选址与美军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它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5英里，也就是24公里。那么至于这个玉米加工厂如何威胁到美国空军的安全，大概也只有美军才能够强词夺理给出解释，以致纽约时报今天都在感叹，曾经被视作中美经济合作双赢的玉米厂投资案，它的起落沉浮，见证了中企中资在美遭遇了何种政治逆流。难怪美国前财长博尔森前2天要再度吐槽，白宫推动对华经济脱钩的努力正在全面损害美国经济。美印周二达成军备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协议。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又在拿中国说事儿，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沙利文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率2国的情报高官在白宫开会之后宣布了上述协议。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标题说，美印将会在军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合力与中国竞争。那么至于印度媒体的炒作，那就更是咄咄逼人了。今天印度时报的标题说，面对中国挑战，美印将把战略与科技关系推上新台阶。今天印度斯坦时报也声称说，美印军备合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将是把美国G1公司的414型军用喷气式发动机那么引入印度来生产。但是呢，正如路透社报道所指出的，美印在军备领域合作到底能够走多远，外界其实并不看好。首先，美方对军用技术转移向来苛刻，附加条件极多。那么其次，印军军备主要是从俄罗斯采购，印度军备的制式转换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美印达成最新的协议，包括美国防长奥斯汀最新对韩国以及菲律宾的访问，尤其媒体盛传奥斯汀将会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宣布对菲律宾扩大军事基地的租用，加上此前美日2+2会议达成的所谓美军驻冲绳的军力重整的这样的安排，以及美国最新在芯片以及其他尖端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动作，都在见证美国针对中国的布局一直在持续推进，在持续的落子。现在看来，美方主要呢是双向发力，也就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前置布局与军力重整，在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全面围堵。美方不仅自己在做，在寻求遏制，也在裹挟更多的盟友或者是伙伴加入。现在看来，这2个小圈子对华遏制围堵链正在接近构成闭环，这呢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